你见过恒星消失吗？当你抬头仰望星空时，昨天还在闪烁的一颗恒星，今晚就凭空不见了，没有爆炸的余晖，没有黑洞吞噬的信号，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从宇宙中擦掉。这不是小说，而是科学家真实遇到的现象。问题是什么力量关掉了天空的灯？正常情况下，恒星的死亡轨迹非常清晰，小质量的恒星会熄灭，变成白矮星，用1000亿年的时间慢慢的冷却。大质量的恒星会爆炸成超新星，留下耀眼的光芒。极端情况会直接坍缩成黑洞，发出强大的引力波或伽马射线暴。恒星无论采取哪一种死亡方式，都会留下证据。宇宙本身是可以阅读的历史书。然而，科学家们在对比上世纪和当代的星图时，惊讶地发现，有些恒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这样消失了。这的确让人匪夷所思。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太阳突然消失了，人类该怎么办？时间来到2016年，瑞典天文学家维拉罗埃尔联合多国的天文机构、机器学习专家、天文爱好者，启动了一个寻找消失的恒星项目，简称为 VASCO。 他们把历史星表中数以亿计的天体输入进计算机，和今天高精度的观测数据进行对比，初步就发现了150万个奇怪的目标，然后通过人工检查了其中最奇怪的15000多个。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大概有700多颗恒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悄无声息地蒸发了，没有爆炸光芒，没有余晖，没有碎片，就好像有人从宇宙中抹掉了它们。这是一个反常识的结果。科学家们的第一反应是，会不会是仪器有问题呢？于是他们翻查了射电望远镜的数据，寻找脉冲星的信号，分析伽马射线，看看是否存在着伪爆炸的线索，甚至连暗物质与暗能量的模型也被拉出来做对照。但是所有的常规解释都不成立。有些人开始提出更大胆的猜测，会不会这些恒星的光被外星文明用来发电了呢？这就是戴森球理论。所谓戴森球，是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1960年提出的假想。如果外星文明需要巨大的能量，他们可能会在恒星的周围建造一个巨型的结构，把恒星所有的能量都收集起来，就像把一颗星星装进了黑色的球笼，恒星的光芒就会完全被遮盖与吸收。戴森球本身是一个超级疯狂的想法，它得假设恒星系里有足够多的物质来构建一个环绕恒星的巨大的人工结构。但是光有物质还不够，它还需要更加逆天的工程能力。戴森球的制造有3大难点。第一是轨道的稳定性，戴森球需要维持在适合的轨道上，否则会坍缩到恒星的表面，或者被甩出恒星系。第二是超强的结构强度，戴森球要抵御恒星的引力、潮汐力、辐射压，还有太阳风。第三是建造的能量，把行星拆解成材料，运输到轨道，并组装成巨型结构，所需要的能量远超过人类目前所有能量的总和。当然，现在办不到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以后办不到。但是这个假想的确是太超前了。戴森球真的存在吗？时间来到2015年，史上最接近戴森球的事件出现了。哈佛大学天文学家塔比莎·博耶吉安发现了一颗编号 KIC 8462852的恒星，因为他是发现者，人们就以他的名字将这颗星命名为塔比星。塔比星奇特之处在于，它的光亮度在短短几年间下降了22%。这是什么概念？当水星凌日的时候，也就是水星正好处于太阳与地球之间时，太阳的亮度会下降0.003%。哪怕是一颗像木星那么巨大的行星，经过恒星时，也只能遮住1%的星光。
那遮住22%恒星亮度的东西该有多么庞大？难道说外星文明真的在建造一座能量采集装置？有人甚至说，这是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外星文明工程学的痕迹。这是一个重要的天文发现。NASA 立刻使用了开普勒望远镜，对塔比星做了长时间高精度的观测。然而，就在科学家们准备深入观测时，塔比星的亮度又恢复了。它忽明忽暗，像是在故意的和人类开玩笑。这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博耶吉安团队没有草率地下结论，这有可能是一次恒星的脉动。有一些恒星会周期性的膨胀收缩，亮度也会随之变化。但塔比星的亮度变化毫无规律，有时几天，有时几年，这与恒星脉动的物理机制完全对不上。但是科研结果还是让大家排除了戴森球的解释，因为在逻辑上有瑕疵。理论上，随着戴森球越建越大，恒星的光芒应该持续降低，而不是忽明忽暗。博耶吉安申请了更多的经费，他们租用了全球望远镜网，对塔比星进行了常年多色带监测。这个全球望远镜网 LCO 很厉害，它将分布在全球的25家望远镜联网，作为一台机器协同工作。LCO 可以对天体的可见光谱、偏振、红外、毫米、射电等波段进行全面观测。当塔比星再次出现新的明暗变化时，就能及时地触发其他波段的观测。到2018年，更多观测数据显示，塔比星亮度下降时，不同波段的光衰减的幅度都不一样，蓝光衰减更强，红光衰减较弱。这在天文学上称为非灰色吸收的特征。行星的遮挡就是灰色吸收，它只在灰色度上有变化。非灰色吸收表明明暗变化不是行星或巨星结构遮挡来的，这提示了科学家，最可能的原因还是物质遮挡，是一种非常细微、特殊的宇宙颗粒，但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少量颗粒，而是海量的颗粒，就像乌云一样把恒星遮住了。最终，科学界的主流意见还是回到了自然解释，塔比星的明暗变化是宇宙尘埃导致的。现在问题来了，这个结论可以用在维拉罗埃尔研究的恒星消失事件中吗？那些消失的恒星是被宇宙尘埃挡住了吗？5年之后，新的发现再次打破了人们的认知。时间来到2023年，维拉罗埃团队又有了全新的发现，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有3颗恒星在不到1小时的时间里完全消失了。这是1952年7月19日的一次称为 Paloma 的观测，有3颗约16级的点源，就是天文观测中亮度达到16星等的光源，在同一区域相互间隔不超过几角秒的3颗恒星，在1个小时内同时消失了。70多年里，对这片区域进行过多次天文观测，都没有被重新的观测到。为了再次验证这一结果，2023年的4月，使用了世界最大的望远镜之一加那利群岛的巨型望远镜做了深度曝光。这个望远镜可以探测25.5级的星等，但是在报告位置附近仍未检测到任何残余的光源。维拉罗埃尔提出，如果这3颗顺变源真的是恒星，那么它们在1小时内的亮度至少下降了10级以上。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天文发现。科学家给这次发现起了一个名字，称为3重顺变恒星。这个发现打破了恒星消失是宇宙尘埃遮挡的假设。1颗恒星有可能被尘埃遮挡，3颗恒星同时消失就不能这样解释了。那得是一片多么巨大的宇宙尘埃才能够同时遮住3颗恒星啊！3重顺变成为一个天文学的难题。这个谜题让人联想到一个更宏大的问题——费米悖论。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那么他们在哪里呢？宇宙如此辽阔，恒星数以千亿计，理论上智慧文明的概率不低，可是我们观测到的只有沉默的星光。截至2022年12月26日，维拉罗埃尔团队总共检测了15593对候选图像，约占所有候选图像的10%，并在其中识别出了798个的消失候选。消失的恒星之谜仍在继续。
其实对于消失的恒星还有另外2种解释，其中之一是 UFO 理论。UFO 的说法是逃不过去的，有人认为那些消失的恒星有可能就是 UFO 一下就飞走了，但是在天文望远镜拍下的照片中留下了痕迹。当然，这种想法毫无证据，但是谁也不能证明在宇宙中没有外星文明的飞船。第2种解释就有点不着边际了，有人说消失的恒星可能被高级文明捕获了，就像漫威漫画中的行星吞噬者，宇宙中是否也存在着恒星吞噬者呢？当然，这些都是浪漫的假想，是一种概率极低的可能性。恒星的消失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人类好奇心的新起点。每一个消失的星光都是宇宙写给我们的谜语，我们看到的所有异常只是宇宙在提醒我们人类的知识有多么的局限。但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恒星到底去哪儿了呢？如果有一天太阳突然消失了，人类应该怎么办？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聊。